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，我还在顺德，今天来尝一下广东的火锅，粥底火锅，看一下怎么样？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吧。是一个小店，就在这里，叫粥球场，意思是这里可以打球吗？这里一排下去有几家做早餐的，他们在这里叫生滚粥。怎么点菜啊，老板？在这里点。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是猪杂，都是今天的新鲜货是吧？对。哦，我们3个人怎么点？建议一下。你是粥底火锅还是帮你做？粥底火锅。你看一下怎么样点？就是这自己加东西是吧？这怎么卖的呢？这个？15块一点一份。所有都是15块。对。这个是粉肠吗？粉肠。来一碟粉肠。这个牛肉来一碟。这个是什么肠啊？这个是生肠。脆肠。脆的。啊，来一碟脆肠，再来一碟排骨。排骨是20。哦，排骨是20。对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丸子啊？啊，老板。这个是肉丸。猪肉丸，也是15块钱一份嘛。那丸子再来一份。青菜要吗？青菜有什么青菜？枸杞叶跟生菜。枸杞什么？枸杞叶、生菜。多少钱一份5块钱一份。2块啊？5块，加一份嘛。加一份。有油条、咸煎饼。可以搞根油条。搞个油条啊。好，我们3个人够吃了吧？也可以，你可以先吃。不够再加嘛。不够再加也可以。就 OK。你们这里开多久啊，老板？差不多2年。2年啊。差不多。粥的话就是早饭做早餐嘛，相当于。早上跟中午。晚上不做。晚上倒是没有。就是做到下午几点？下午2点钟。哦，好的。大概要等多久呢？晚上。好，那我们先坐下去了。好，先坐下来等。暂碟在那边。好。哦，还有暂碟啊。吃辣不？能吃一点点。吃一点的也可以加一点。倒点酱油，再倒点香油。这个辣椒单独装嘛？单独装一个辣椒。这个有点烫，要不然我给你端起来看一下啊。下面就是一个酒精炉，把粥打在上面，里面是真的有粥啊，看到没？但是看不到米，很浓，粥已经烂了，放在里面煮的是就跟吃火锅一样，烫一下，把这个放进去烫，先搞点容易熟的下去。这个是脆肠，加一点，反正一个锅都是自己的，每人一个锅。粥底是5块钱，除了排骨之外，其他是15，素菜是5块，感觉就像自助火锅一样嘛。我没有吃过这个，问一下老板，这个烫多久？哎，老板，这个东西烫多久啊？这个？先把那个肉丸先烫先吧。先烫肉丸。肉丸比较长时间。哦，但是我肉丸跟排骨时间比较长的，就是这边那边吃，就因为吃时间比较长一点。肉丸要煮多久呢？应该要最起码要6分钟。6分钟。啊，排骨也要比较长时间，可能你放的太多了。哦，先放肉丸，放下去煮，再放2根排骨，对，不放完啊，给你们留2头。我先试一下这个好吃的话，给你们点一点，大概就是6分钟吧，煮6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啊，要搅一下，要不然下面要糊啊。这个东西要是真的是来吃早餐的话，可能是啊，有的要等一下嘛。早上你吃这个的话，你想一下，煮个6分钟。还不能马上吃烫嘴，现在11点多钟，11点多钟，他们都是当早茶在吃。其实我看这个分量不是很大啊，这分量应该也就是3两的样子，但是看得出来比较新鲜。哎，对啊，肠子应该好了，肠子不要那么久，找一块肠子尝一下。哎，这里，这个确实很新鲜，你看煮出来收缩成这个样子。先吃个原味的试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盐。确实挺脆，入口挺脆，是有底味的。这个粥底锅我很早之前就听说过，以前我在广东待的时候，我听说过这个，因为广东人怕上火，他们吃不了四川的火锅，所以他们研究了一个粥底火锅，说白了就是我们的米汤火锅。但是他对熬这个粥呢，粥熬的挺好的，米选的好，这个粥喝起来明显跟我们四川的稀饭完全不一样。广东人做菜吃饭喝粥喝汤讲究的一个鲜甜，食材本质的鲜甜。搞点粉肠下去，搞2条粉肠下去烫一下。
哎，老板，请问一下，这个脆肠是哪个部位啊？应该是输卵管。输卵管，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味道，就是不是那个种猪是吧？不管是种不种猪嘛，反正的话拿过来我们都会处理掉，先把那个味道处理掉先。哦，这个你们怎么处理呢？这个很难跟你说了哦，拿回来切了，然后再洗哦。洗一下呗。是啊。好，我们再尝一下那个粉肠。这粉肠煮出来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脆肠我是第一次吃之外粉肠我是，我记忆当中是我到了广东之后，我在10岁那年第一次吃粉肠。我说怎么还有这么好吃的肠子啊！以前在老家也没有听说过啊，这个有粉肠这个说法。这个吃起来就是很香，里面有一层粉，但是我别说了，不是所有的猪都有的，这个要看，有的猪是没有的。粉肠的口感不如这个脆。好，再找一个脆肠。呀，粘锅了有点，所以要经常搅一下。哎，这个是脆肠。要小一点。它不是小一点，它一缩起来乱七八糟的，缩的越乱，这个食材就越新鲜。好，搞点葱姜。挺鲜的，加了葱姜进去之后，就类似于吃鱼生加那个其他辅料一样，味道丰富了很多，咸香味、葱姜的那股味道、清香味一下子出来了。我再试一个加辣椒的食材，用这个粉肠试一下加辣椒的。你看这个小米辣，到广东来的话，至少说佛山吧，这小米辣我们可以挑战一下广东人。就这个小米辣的话，起码要吓退1/3的广东人。加了小米辣，一下子就感觉是在有真正火锅的味道了。这个粥底火锅吃起来就是这个原材料下去，它只放了盐，别的什么的味道都没有，然后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，没有复杂的味道，就是比较回归到食材本质上面来。就它这个处理方法，这个调味，我觉得一日吃3餐问题都不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尝一个丸子，猪肉丸子。打得很黑的，黑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感觉像木耳。这个丸子吃起来很劲道，不是什么高参素啊之类的，它就是肉本身的劲道的感觉。哎，老板，这个里面黑色的是什么？木耳啊。哦，放进去就是。还有那是马蹄。有马蹄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好吃这个。非常紧实，鲜香嫩，它吃起来有点像虾滑，猪肉的香味很浓。好，这个排骨，搞一个排骨试一下。排骨也是口感很好，也不是咬不动，煮到了7、8分钟了之后比较脱骨。烫点牛肉吧，烫点吊龙。这个你看，要是在火锅里面啊，这个就是下去几下就起来了，这样子。但是粥这个东西啊，因为它很浓稠，粥煮出来的食材都偏嫩，因为它这个一下去，它是靠慢慢的煮出来的。粥底这么浓的粥底，烫出来的东西呢更软更嫩。发明这个的人也是很厉害的。好，试一下这个肉，哎，这个肉都已经烫缩水了，烫过了有点，感觉很嫩。这个肉就直接来搞点这个，直接这样子吃了。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，这个粥越浓啊，烫嘴，扒着烫，这个不开玩笑，这个。牛肉也很新鲜啊，我们吃的吊龙有股奶香味，食材都是好食材。试一下这个油条，油条放下去打湿一下就可以了，我喜欢吃这种。吸了这个粥水的油条更润一些，如果吃脆的话容易把口腔戳到。好，来放点枸杞叶，这个下去就不能久了，搞久了就不好吃了。这个一下子就被烫软了。第一次用粥来烫了，感觉还不错。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一定要后面烫，提早放下去，整锅粥都变成绿色了，到时候，而且有一股有这个叶子的味道，
再烫别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纯。我感觉它就像那个早茶一样，就是这种感觉很舒服。它的缺点就是这个火没有那么好掌握，挑久了之后会糊底。再就是这些食材摆在桌子上叫苍蝇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苍蝇在这，它想吃肉已经很久了。来广东佛山，我觉得鱼生啊，没有吃过鱼生的，尝一下就可以了。没有吃过这个粥底火锅的，我估计你吃了，天天早上天天都想吃。多的不说，我们先吃吧。吃了之后再跟老板学习一下啊。感觉口味怎么样？不错，不合适。不错，我觉得这个任何人来吃都合适。这个米是用什么米？可以分享一下吗？啊？用什么米熬的？可以说一下吗？是普通粥米啊。是什么叫什么米吗？这个珍珠米。就是我们叫大米。叫大米。对啊。哦。可能只是熬的时间长吧。不，你不要信老板了，老板是不愿意讲。他这个用什么米很重要的，甚至这里面有多少种米进去配都不一定。现在我们已经吃完了，你看一下好不好吃，就看这个吧，看盘子里面剩了多少啊。然后这里面唯一没有吃完的是这个，这枸杞叶我们吃不来，所以剩了一大盘吧。总的来讲，这个食材新鲜的没得说，粥底呢比较浓厚，煮出来鲜香味十足，食材的本味非常好。唯一我就说一下缺点吧，优点就不说了，反正这一顿打95分。要想喝一碗这个粥啊，要起码坐在这里要等10-20分钟，很烫的，特别烫。总之，我觉得广东人做这个东西应该都不会差，是吧？那我们就去买单，看一下人均消费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老板买单？多少钱来着？129啊，好。我们吃完之后一致好评，食材好，粥鲜，然后味浓，人均消费129的话就是43块钱一个人，人均消费不高，相对来讲跟我们的四川火锅、重庆火锅它完全不一样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给我的感受非常不错，非常有烟火气。它本身就是在一个路边，如果你正好来广东啊，我相信不只是他一家，别的家应该也做得不错。如果你正好在附近呢，3-5公里的话，你可以过来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